大家好，我是多多。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黄克志，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教授，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他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还是清华大学至今唯一的一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黄克志院士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做了一场主题报告，活生生的一本自我保健教科书。7年前查出血管瘤，幸亏没有随便迷信医生去手术，拒绝动刀却收获健康。14年前堵了3根血管后不害怕，坚持锻炼，最后医生说你不用再来医院了。黄克志院士一生成就学术泰斗，他却说出了一句箴言：健康是人生成功资本。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听听黄克志院士在平时生活是怎样养护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吧。黄克志院士的自述：我叫黄克志，我20岁大学毕业，工作已经72年，其中有71年服务于清华大学，所以我可以算是一个真正的清华人。时间过得真快，当年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如今我已经是一个高龄的老汉。但是欣慰的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年龄可能是今天参加会的同志中最老的一个，但是我的心态还不老，身体健康也还可以。我目前还在上班带研究生，参加创新的科研专案，我还坚持每天早晨打一场网球，还能骑着电动车在清华园里到处活动。这一切都源于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身体。所以今天我讲述的题目就是健康是成功之本。我分3个方面来讲我的体会。老化是正常的，不要害怕，不该动的刀不动，堵了血管也要坚持身心愉悦的运动。一个人的心态很重要，要正确看待自己的健康状况。人老了，各种器官都随着老化，这是自然现象，例如眼睛花了，牙齿掉了，甚至于腰酸背痛，行动不方便，这都是一些自然现象，不应该说是病。当然，随着个人先天后天的各种条件会有所不同，这些现象有人早出现，有人晚出现，也有的在有生之年从不出现。我要说的是，这种老化现象出来了，大家不要过于紧张，过于害怕，心态要放宽，有病治病。亲身经历：一，堵塞3根主动脉，6年后不用再去医院，靠的就是一股韧劲。这里我举我本人的2个例子。2005年我被查出心血管3根主动脉堵塞，堵塞最严重的一根已经达到75%，这个指标是要放支架或不放支架的分界线。许多朋友首先劝我停止打球，几位大夫也劝我装支架，不能再激烈运动。可是我的自我感觉良好，我不甘心就这样变成一个病人。于是经人介绍，我去了医院，当时的副院长杨大夫，一位年轻的医生，他帮我做了一切检查后告诉我，如果当你打完球感到心理和生理上都很舒服，你就继续打球。这个结论让我非常振奋。6年之后，我去医院复查，挂了300元的特许医生，见面不到5分钟就告诉我，你的情况很好，以后不必再来了。当时我就想，这300元增值，顿时觉得一身轻松。至今14年过去了，我仍每天清晨坚持和87岁老伴一起打球40分钟，打球回来出了一身大汗，身体感到特别舒服。记得自那年之后，我就采取每半年检查1次的办法，一切生活照常。这里我要讲位打球的朋友，打球已经几10年，比我打得好，
一次体检胆固醇偏高，对于我们这个年龄，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可是他紧张得不得了，球也不打了，到处看病就医，体质大幅度下降，没有几年他就坐轮椅了。想血管通畅，这样做，血管病是个代谢病。人活着只要吃饭，人体就会产生代谢。吃糖会在血管上挂糖，吃油就会在血管上挂油。血管就像家里的水管，不出问题，只是使用的时间不够长，或者保养得非常好。一辈子远离血管病，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动。想要血管通畅，今天给大家这几招，6种食物通血管。1. 苹果，可使积聚体内的脂肪分解，对推脂和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发挥有明显作用。2. 海带，能防止血栓，又能降胆固醇脂蛋白，抑制动脉粥样硬化。3. 茶叶，含有茶多酚，能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降低血脂，缓解血液高凝状态。4. 大蒜，含挥发性蜡素，可消除积存在血管中的脂肪，有明显降脂作用。5. 洋葱，能舒张血管，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管的压力，具有降血脂、抗动脉硬化的功能。6. 茄子，保护心血管，降血压。茄子含丰富的维生素 P， 是一种黄酮类化合物，有软化血管的作用。3件事要放心上： 1. 减肚子，肚子大，内脏脂肪堆积，血管壁容易有脂肪堆积，导致血流阻力变大，血管壁弹性变差。把体重、腰围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女性腰围最好别超过80厘米，男性别超过85厘米。2. 别生气，人在特别生气时，心脏会释放乳儿茶胺酚、肾上腺素等物质，会进一步摧毁血管。在这个过程中，机体还会释放一些炎性物质，这些炎性物质可以刺激血管，生长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或使已有狭窄斑块进一步发展，甚至导致急性心肌梗死。3. 喝杯茶，茶多酚是茶叶中的主要物质，可以防止微血管破裂出血，还可以降低胆固醇，抑制动脉粥样硬化。可以每天泡1-2杯绿茶喝。坚持锻炼52年，健康生活一辈子。我想谈谈锻炼。我认为健康的3要素是：心态好，生活有规律，坚持锻炼。我从40岁开始坚持每天锻炼，至今已有52年。锻炼方式多种多样，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又有兴趣的专案。一开始我选择跑步，每天清晨一个人跑到圆明园，又觉得一个人很无聊，就一边跑一边听耳机，学日语和法语。几年下来，我的日语和法语都能够达到看懂技术书籍和文献的水平，而且跑步的好处实在太多了，强烈推荐各位中老年朋友可以尝试跑步这项运动。1. 跑步可以延长寿命。2009年11月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只要跑起来就能延年益寿。研究人员所收集的样本包括13万名参与者，其中10%是跑步者。这项研究追踪了参与者从5到35年时间范围内的健康状况。汇总数据之后，研究人员发现，与不跑步的人相比，跑步者在研究期间的死亡风险要低 27%， 使心脏病死亡风险降低 30%， 癌症死亡风险降低 23%。 2. 跑步可以保护血管。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2020年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跑步仅6个月就让血管年轻4岁，
该研究让之前没有任何跑步经历的普通大众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训练，然后他们参加了人生第一场马拉松。结果显示，经历了6个月系统训练，他们的血管和动脉硬化程度明显降低，相当于血管年龄减少4年。而年龄相对较大的人，从跑步训练中受益相对更大。3. 跑步有利于改善关节。跑步有利于改善骨关节炎，因为跑步可刺激软骨修复一些自身的小损伤。人体撞击地面会促进远古特质蛋白质的合成，使其更健壮。4. 跑步可以改善皮肤。运动健身是最好的护肤品，毋庸置疑。跑步有改善肤质，常参加体育运动可促进微血管，增加皮肤吸入氧气的能力。另外，常参加体育运动，皮肤中的皮腺质和汗腺分泌旺盛，有利于皮肤中的废弃物排出，使皮肤变得光滑。特别是运动后大量的汗液，能起到清洁皮肤的作用。5. 跑步可以改善抑郁。经常运动的人应该不难发现，每次运动完之后感觉神清气爽，心情很好。2015年，原万科高级副总裁曾在接受人民采访时表示，2012年因为市场不好、压力、酗酒等很多原因，让生活节奏出现了紊乱，整个人的生活状态非常糟糕，不好的生活习惯让自己陷入恶性循环，还被医生诊断出了抑郁症。后来在同事的推荐下开始跑步，坚持几个月之后，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都变好了，整个人都快乐起来了。抑郁情绪可尝试通过运动来缓解，运动能够使抑郁情绪的人感觉变好，是因为运动之后不再专注于自身的不良感觉，能够适当减弱抑郁的感觉，能使血通畅，疲劳的感觉会随之减轻，有助于找回自信，尽自己的能力没有丧失，甚至发现自己其他的潜能，可改善思考能力，恢复对生活的控制能力。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别忘记点赞、收藏，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个视频见啦！